越画后面水分啊，就是说就会越怎么样呢？越干。哎，就是利用这后面越干的水分，把这个水啊，它的层次啊，把它画出来。哎，你看。像我现在还在画的时候，都基本上，根据这个再根据这个上面画了，因为我们画画其实在临摹的时候哈，它有问题，它毕竟不像我们那个复印，所以每次会根据画册或者根据画面来调整它。你看，我们把这里就把它画好了，当然现在呢，你会感觉到，这个层次还没出来啊，层次还没出来。过一会儿啊，我们稍微用那个笔啊，把它一画，就会把层次画出来。啊，你看哈，这里画了以后，如果下面就这么光的话，肯定不好看。但是这里如果画石头的话，就会被这个桅杆给挡住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画石头的最佳时机。它可以把这个瀑布啊。可以把这个瀑布，这个小瀑布虽然很小，如果在上面加了人的话，很小的人，那这个瀑布就很大了，是吧？好，把这里你看稍微加了点变化，是吧？稍微加了点变化，马上你就会感觉不一样。这个时候我们拿支小笔，将就这个颜色，干什么呢？把这个，你看到没有？这里还有几棵比较高的树，但这个树呢再高，也不可能跟这个一起高哈。我开始铅笔意识画的这么高，但是我觉得有点高了一点，把它降低一点就是了。你看降了几公分下来，直接用那个，你看直接我们用那个就是什么笔呢？中式欢，直接中式欢来点，在点的时候。因为这种树为什么要用中式欢呢？它容易控制树形，但是石花笔稍微点上2点就没有什么水分了，还好这是它不太吸水，就像这种半生熟的哈，它不太吸水，所以说呢还好。我们可以把这个画点层次出来，画册上全部在这里。我们这里啊，可以把它画点层次。你比方说，我们可以，把它这里出来，再看，因为这是前面的，比这个后面树高一点是完全可能的。是吧？把它改变一下，改变一下以后，把它画了以后，像这种树的画法，就是先用点字笔也好，或者中式欢也好，把这个树形把它画出来。画出来以后，
还是一种违背这个自然规律的一种画法哈。画出来以后，我们可以，你看，拿这支小笔，把这树的这树枝、树干，稍微画一下，马上这么一画以后，你觉得这个就出来了。你看，有时候一点点，中途哪怕就一点点。好，你看我们这个树的安排哈，这个树的安排它就是怎么样呢？它就是先这棵很大，这个第二大是吧？这两棵，每一棵5棵树，每棵树都是不一样的。好，然后，但如果你不管它，你觉得5棵树啊，它这下面好像都跟整个这个环境不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各自为政，这个时候我就在它的下面点一点，是吧？你看，点点抬，这抬点一点，大家看就怎么样了？这个就协调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再调点颜色。其实可以后画，但是现在已经，那我们就调点淡的颜色。它这个本来我是想画后面的这个树的，但是呢，由于这个树是刚画的，我刚刚看了一下，这个啊，它虽然是半生熟的，但是如果你水分一旦加进去的话，它还要怎么样呢？它到时候还要这个浸润哈，晕开。这个时候干脆你看调了点很淡很淡的颜色，调的颜色干什么呢？我们把这个你看，我这里首先第一个画这么一根线，大家觉得这个地方画根线干什么？马上我们看哈，你这个水流下来，它会产生一定的雾气。会产生一定的雾气，是吧？在产生雾气的同时，它又把这个这么大一个水流下来哈，这里一个面，水面把它衬出来了。只是在衬的过程中就要注意，我们刚刚画这条线啊，一定要把它给
哎，只要抻擦一下，这么大的水流下来，肯定会产生一定的浪花之类的，或者是产生一定的雾气之类的，我们可以把它抻下来。大家看，这么一抻，很自然的就把下面这个水啊，把它收入了，一下子就会感觉到哦，上面是上面的，这里是这里的水，是吧？它出来的感觉就不一样。我们把这里画好以后，稍微把水画一下，在这里再调点颜色。还是将就这个你看，我们太极蓝胭脂可以适当加点这个墨都可以，太极蓝胭脂、山绿、藤黄，适当加点白色。现在就是要通过它把整个这个水的层次画出来。把水的层次画出来。由于我们画面很小，所以说我们在画的时候，大家看，几乎就是通过抻擦这个水的层次啊，抖动的笔啊，这些其实都很少了哈。哎，你看，我稍微这么一画，你会感觉到。通过它，我们把这个一方面把石头染出来，石头一染深，自然就把水就衬出来了。好，把这个染出来以后，你要把这个染出来以后，我们就把下面这个也是把它染出来。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水的什么呢？水的一个层次，你把该染的地方染哈，不该染的亮的地方你就不要去动它。你看，靠近指边的，靠近这个，我都把它加得很亮，是吧？就把它加得很亮。
这个撑都是很注意。哎，你看现在这个就觉得看出来它的层次就很舒服了。当然这里到时候有可能我会把这个把它再画粗了一点，把它画出来一点，让整个的这个它那个透视感会更强一点。把它画了以后，哎，把顶上有些觉得还不够的，稍微压一下。好，把它画一下，画了一下以后，先摸了一下，这个差不多也干了，但这边还没干。我们现在先把它的层次先染出来吧，先把层次染出来，啊，把有些地方稍微压一下，因为它不压的话，这个水出不来，所以先把它的层次染一下。一会儿我们再去，染这个里面的一些。你看我们这么一画，你马上会觉得，哎，这个这些都是就是我们一会儿要烘染的时候啊。哎，大家看这个瀑布，你们觉得是画册上？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所以有画册有没有哈？觉得画册上好看还是这个瀑布好看啊？看它出来啊，它那个整个的效果啊这些哈啊，看是哪个好看？大家觉得画册好看的打1啊，觉得老师现在画的这个水好看的打2，我们评论区可以打出来。我们可以稍微互动一下啊。啊，我们恒恒老师说了2，啊，还有2个2，看来这个打2的都是没有睡觉的，因为刚刚故意因为大家经常会打111、666，那么2的话很少打的，只有认真听课的才能听得出画册。如果现在老师画的好的就是口2啊。好，你看啊，现在呢，哦，还有1、2了，1、2是什么意思？也就画册上的也漂亮，现在画的也漂亮。哎呀，真聪明！啊，好，你看啊，我们现在哈把这个一画了以后哈，看个整体，是吧？大家看个整体，我们整个一画，它整个的感觉啊。它把大的构图就出来了啊，大的构图就出来了。我们出来以后，我要把它稍微吹干一下啊，稍微才把下面画一下，因为马上我们就存在一个要把下面将这个颜色哈把它画一下，因为这样的话其实要一节课画完这么大哈，还是有困难，我们就。先要
这个水啊非常的小，很小，所以说你看我们在画的时候啊，都稍微点一下啊，稍微点一下，把下面把它点的深一点，把下面点的深一点。是吧？好，然后上面有些这个过渡的地方，上面有些过渡的地方。好，然后视频里看卡纸是有点椭圆的。刚刚给大家是因为的话，老师现在画，然后是从侧面照的，可能在整个照全景的时候，会有一点点像椭圆形的。好，你看把它一画，画了以后，然后我们下面有些产生一些浪花。一会儿我们休息的时候，马上休息，给大家放正中。把它画了以后，将就这个颜色，我们再调点颜色。你看，我们太青蓝，加点山绿，加胭脂、山绿、藤黄。好，调好了以后，干什么呢？把这个倒影稍微画一下。大家看我们的倒影啊，在画的时候，首先靠近这个下面的，我们可以稍微深一点点。这里有点水流啊，这些。好，把这个倒影倒出来以后，趁着笔上水分比较少的时候，拖一下，把这个倒影倒下来。这个倒影倒的时候，一定要对着它，下来。好多学员画这个就是倒影的时候哈，你看他画出来的波光粼粼的感觉。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就怎么样的画呢？我就通过一会儿粗，你看有时候线条粗一点，有时候细一点，这样子，他就把这个倒影啊，那种感觉就画出来了。这是远一点的，它不断要矮一点了，关键是还要小一点了。这里近一点的。中间还有一根儿你看就隐约点上2点就是了，一定要垂直下来。你看我们把它画好以后哈，把这个笔啊稍微打扁一点，然后拖一下，在拖的过程中，把它直接拉到底。这个时候一拖以后，你就感觉到它那种水纹的感觉就有出来了。
你看看啊，看个全景，啊，把全景一看，来给大家给大家木稿完成了呢，好吗？啊，基本上摸过对吧？照着相可以。拍照，拍个照片。啊，这样现在给大家放大，老师没画画了，给大家放在正中间的位置啊，正中间的位置给大家看一下。